你好，我是 Jason，我还是在那个加一挑战 Add One Challenge，今天这个是我第60天视频，我要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的旅行经历，所以我准备了几个笔记，几个句子，我会有时候我会看到我的笔记，因为我不要忘记我要说什么，我不要忘记一部分我的故事，所以而且我觉得我不能我还不能自己说所有的东西，没有提醒几个单词几个新的单词我还没有好记住，所以我会用我的笔记开始吧。那我去年2014年1月底去了越南旅行，我的计划是我整段时间在越南北部度过，我的在城市里在乡村里在山里，但是都是在越南北部 Northern Vietnam。我一个人从中国青岛到越南河内坐飞机，我和一个来美国的朋友在机场里见面，我们打算在越南一共度过2个星期，我们直接去了一个旅馆，但是这是一个特别的旅馆，因为这个旅馆主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沙发客大使 Couchsurfing Ambassador， 沙发客就是 Couchsurfing， 如果你知道 Couchsurfing 你就知道那个 Couchsurfing Ambassador 沙发客主人叫麦克，我还是喜欢用沙发客网络找到住宿的地方，但是因为我们开始安排旅行计划很晚，所以麦克没有免费的沙发客空间了，但是他还有几个可以出租的房间，所以而且在河内房间不贵，所以我不介意花钱住在他的旅馆，因为我要跟他说话，我要认识那个沙发客人，大部分是有意思的人，所以我们去这个旅馆，麦克给了我们很多不错的建议，第一个是去看看那个湄公河和一座桥，原来是一座铁路桥railroad bridge train bridge，那座桥还有
一条小路，有很多摩托车通过，而且那条路还有一条很窄的人行道 sidewalks， 可以徒步走过。在河里有一个小岛，岛上有很多香蕉树，那从桥中间走回城市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城市东面，在河边有一个贫民窟 slum， 这个贫民窟很有意思，当然大部分的贫民窟的人是来小村的人，他们是来城市找工作，找机会，但是一开始他们没有钱，所以需要在贫民窟住的。有意思是他们种了很多植物，到处都是绿色的，还有他们养了很多动物，大部分是鸡，但是还有火鸡，我好久没看到火鸡，这个让我吃惊。然后我们也去了几个市场，市场也很有意思，那个市场当然有很多东西是挺大的，但是有意思是那个走廊 the hallways the halls the walkways between the stalls 那个走廊很窄，因为在走廊里摆着很多商品，材料，中药材，还有海鲜，等等，所有的东西，所以的走廊很窄，而且我要说一点对那个语言，越南语是被中文有很大的影响，他们有6个声调，普通话是4个5个声调，但是他们的很多他们的单词本来是中国来的单词，所以有时候在市场里可以看到这个东西，我还可以认识那个名词，例如有一个东西在市场里叫他们叫6元，差不多，但是是一种干果，一种水果，一种水果，我还可以认识应该是龙年，所以那个语言特别有意思，而且然后我们当然我们要去下龙湾那个哈龙bay，第一天我们
到哈龙贝到了一个洞穴，探险一下，爬了一座小山，还有在那小山上，我拍的最好看的照片，日落照片，日落特别好看。我们在船上睡个觉，我们在船上睡了觉。第二天我们去一个流行的岛叫鸡婆岛，Cat Ba Island。那个我们又爬了一座山，但是这次是一座大山，真的大，很高。过会儿我租了一个摩托车，开了一会儿，玩，又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日落。第三天我们乘船去看了一个水上渔村，The Floating Fishing Village， 有一点难描述形容，有1000多人住在这个小村，他们的房子是在水上，他们在漂浮的，在 floating。我们看到有一个母亲，有一个小船，在有小孩在前面，好像他带他的小孩去学校，好像特别正常，用船带小孩去上学，特别有意思。当然有很多钓鱼船，fishing boats， 我不确定怎么说。我拍了很多照片，特别有意思。当然然后我们回到了河内。从1月31号到2月2号，这是2014年，你还记得？他们越南人在过春节 Spring Festival， 在城市里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，所以我们决定离开河内。我的朋友决定去另一个城市看一看，我自己决定去一个小村，那里大部分人是少数民族，是一个少数民族小村。他们也会过春节，但是他们还开门。Mike 给我介绍了一家生态寄宿家庭，Eco Homestay， 生态 Eco 寄宿家庭 Homestay。那个女主人是他的朋友。我需要起得特别早，出去坐车去。不幸的是我的司机很疯狂的，真的他开车开得特别快。我们穿过小村的时候，我
几次真的害怕它会撞到路人。3个小时和1辆摩托车以后，我终于到了这个小村。那个地方特别好看。我有很多田地，田地周围都是山，而且那个生态寄宿家庭很好。他们每天会给我做三餐，3 meals a day。而且每天我花的钱是跟在河内里一样，但是我有3餐。我在2楼，我有我自己的房间。在1楼是敞开的，是没有围墙的，只有一个小桌子，他们会上餐的桌子，还有吊床。我决定我要住在那儿3-4天。每天下午我去田间散步，go walking in the fields。一次有一个小伙子在钓鱼，他一看到我就走过来。当然我不会越南语，更不用说少数民族语言了。但是他会一点点英语，所以我们交流了一下，一会儿。我们遇到3个旅行的人，好像是人在旅行。那个人在看什么，但是我们不能看。然后我们听到一种音乐，原来是有6个少数民族人在用棍子和锅当乐器，敲打着音乐。过会儿我也看到了一个女人在包粽子，那些特别在中国春节的时候，不是在中国什么时候会吃在端午节中国人吃粽子，是用那个大叶子包的糯米，那个是粽子。越南人过春节的时候会吃粽子，他们的粽子有一点不一样。他们有一个故事，我不要说所有的故事，但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需要有一个粽子是圆的，一个粽子是怎么说平方 square， one round one square， 粽子是传统。有一个故事你可以百度一下，特别好吃。当然他们也有馅儿的，有肉馅儿的，有枣馅儿的等等。那里的生活真的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。我还记得在河内
一直有摩托车的杂音，到处有摩托车，雾霾很严重，人很多，但是在这个农村，特别安静，只有虫子和青蛙的声音，空气很干净，还有在乡村，没有出去看景色的压力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旅行的时候，我会想到，我只有这么短的时间，我每天需要花钱，在旅馆，在出去吃饭等等，所以我应该用我的好用我的时间，我应该去看那个博物馆，看那条河，看那个东西，等等，每天有东西我需要出去看，因为时间很短，但是在这个小村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只有天地，每天可以很好休息，散步，吃饭，很好。所以我觉得在乡村这段生活是我旅行中最好的一部分，但不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。还有后来我坐火车往北，去了一个在山上的小镇，叫沙坝，在英语中说萨巴。从沙坝可以看到半西邦峰，在英语中说Mount Fansipan，是一座3000多米高的山，特别高，有雪上的山。我提前安排了一个少数民族人，可以给我带路。我们在谷里徒步走了3天，我看到很多梯田都是 terraced rice paddies， 是梯田，当然山地，还有河流，而且我跟那些少数民族人住了2天，在2个不一样的家庭，不一样的地方，他们用玉米叶子做了一些毽子，对，可以玩。那个毽子，如果你不知道，在中国和东南亚，是kind of like hacky sack. It's like a shuttlecock is the technical translation, like you would use in badminton, but they kick it with their feet or hit it with their hands, and it's a very common sport, physical activity. 他们叫那个东西
毽子，那个少数民族做自己的很棒，很厉害，他们玩的很晚，用这个毽子，他们也给我们说，平时他们不能，他们的父母说你不能做这个毽子，应该做工作，努力学习等等，但是因为这个我在那儿的时候是那个春节，是一个特别的时间，所以他们当时他们可以做，可以玩，而且我的导游那个少数民族人是特别有意思，他是19岁，他还可以说英语一点，他说他当时学习英语只有1年了，特别厉害，他会说很多东西，描述很多东西，告诉我故事关于那个植物、那个动物、那个地方，很多他可以说，1年学了英语，很棒，然后最后我打车去了中越边境，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，越过边境，我到达了中国云南 province， 中国云南，我在越南的旅行也就结束了，在云南的旅行，那是另一个故事，我下次可能我下次会描述那个旅行在云南的故事。谢谢你听说我的故事，谢谢你让我练习我的中文，第90天见吧，再见。